继美国后，加拿大也悍然闯入，真把防空识别区当空气了。加拿大有自己的目的，美国不是全部。敬请关注本节目，了解详情。在美军2架 B-1B 战略轰炸机进入东海上空，与新西兰空军1架 P-3K2 反潜巡逻机展开了联合行动后，加拿大也有动作了。据悉，加拿大海军1架 CP-140 反潜巡逻机在近日再度悍然闯入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。如果得到证实，这等同于是在释放危险的信号，东海防空识别区已然被当成空气。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派出军事力量进入东海防空识别区。为了跟随美国的步伐，该国几次3番在该区域飞行。此次加拿大海军出动的 CP-140 反潜巡逻机，从命名上来看有点陌生，但实际这就是加拿大版本的 P-3 反潜巡逻机。1980年在加拿大军队服役，次年美国完成了第18架 P-3 反潜巡逻机的交付，这也是加拿大 CP-140 反潜巡逻机的最后1架。回顾之前加拿大在中国周边领域的举动，这一次加拿大派出 CP-140 反潜巡逻机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，似乎有些不一样。从该巡逻机的服役时间来看，已经是一款老式巡逻机，派来挑衅是足够的。可该国就不怕我国将其击落吗？我国空中力量会对进入防空识别区的任何飞机进行识别查证，对其进行必要的驱离，就算是将其击落也是完全可以的。加拿大显然是害怕的，可又想到此次有美国撑腰，心里的底气也就足了些。有传言说，这次加拿大的巡逻机并没有返回本土，而是返回了冲绳加手纳机场，意味着加拿大很可能会继续进入中国领域上空飞行。天真的加拿大想来是忘记了美国如今的情形，国内遭遇重重危机不说，外界逐渐对美国消极对待，美国不断的挑衅，说白了是在掩盖自己心里虚的事实，联合多个国家展开行动也是这个意图。另一方面，加拿大也有自己的目的。在派出 CP-140 反潜巡逻机的几乎同一时刻，加拿大正在 WTO 告状，强烈要求中国停止食品的新冠检测。这几天，我国在进口食品的外包装上接连测出新冠病毒，不断出现的阳性报告，说明了对疫情的防控仍不可掉以轻心。加拿大方面却认为，我国是在搞贸易限制，派出巡逻机闯入东海防空识别区，或许也是一种反击，就此举警告我国。检测进口食品是对我国人的一种保护，加拿大反而认为这是针对性的，显然是对我国防疫有巨大的误解，同时也是对我国保护我国相关区域的安全有误解。触及到国家安全以及利益的事情，我国不会容忍。一旦加拿大再不停止这样的举动，等到我国反击，后悔都来不及。在运20更加成熟后，歼20将拥有可靠的战力倍增器。此消息引发对岸人惊叹，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近日，个难得一见的场景终于出现，运20加油机正在空中为歼20进行加油。就此前媒体对运20加油机进展的报道来看，很可能该加油机已经进入了最后阶段，列装服役的日子指日可待。我国空中加油机数量不足，一直都导致中国空军远程作战能力无法大幅度提升的瓶颈之一。到目前为止，我军装备的主力加油机还是在轰6轰炸机上改进而来的轰油6，以及此前从俄罗斯购买的伊尔78，前者载油量过低，而后者数量太少。因此，此次运20在空中给歼20加油的消息一出，瞬间吸引了我国人的全部注意力。这次运20和歼20一起测试，采用很可能是软管加油。用这种方式加油，不仅能够让加油迅速增加70%，增加加油安全性，而且硬管空中对接的难度也相对来说更小一些。歼20当时还特意为此配套设计的软管加油的部件。运20改装成加油机是势在必行的。运20是我国独立设计的，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改装成加油机的技术兼容性等方面，都是最好的选择。鉴于歼20采用的是软管加油，运20至少也会保留软管加油。另外，运油20是在运20的基础上研发的，其机身载油量应该是与之前相同。如果与伊尔78相同，按照该加油机的载油改装方式来算，就可以在运20货舱内安装2个18吨油罐，运油20载油量就可达到113.5吨。如此一来，运20在加油半径1000千米时供油量可达到90吨，
2000千米可以达到70吨，哪怕是在3500千米也能够保证41.5的供油量。随着运20加油的越发成熟，歼20终于有了可靠的战力倍增器。在受油后，歼20航程速度最大可达到8000千米，作战半径也能延长到3000千米以上。在经过多次收油后，歼20甚至可以像 F-22那样完成跨洋洲际远程飞行。当该消息传出后，台媒报道，在一则节目中，2名台名嘴就对此惊叹道：“这样歼20打击台海的能力就更强了，直接在空中加油，能减少地面补给的时间，这不是想飞多远就飞多远吗？”事实上，对岸名嘴想的有点多。歼20在有了运20后，作战能力更强是肯定的，可真要打击的话，根本不需要歼20。所以在节目视频发出来后，许多人都讽刺他们太把自己当盘菜了。波音再度加大压注，希望中企重回谈判桌，目的或许并不完全在中国市场。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，导致对全球各个行业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力，尤其是对航空业的冲击。作为航空行业龙头的波音公司，在近日就发布了对未来航空市场的展望报告。该报告中显示，目前全球民用航班数量是疫情之前的1半左右，而旅游运输量也仅仅只有疫情之前的25%左右。对此，波音公司表示，疫情影响的范围虽然是全球的，但是对于各个国家以及地区的影响力是不同的。比如中国，如果要想恢复的话，必须拥有一个巨大的市场，例如中国市场，其恢复程度就比较好。此次波音在报告中就向中国市场释放出了积极的信号，其对今后的中国市场充满信心。波音预测，在未来20年，中国所需要的飞机交付数量为8600架新飞机，其总价值近1.4万亿美元。除了客运飞机以外，货运飞机的数量也会增加750架。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，波音认为未来境内机场的数量会大幅度持续增加。与此同时，出行旅游的数量亦是如此。与之相对的是，飞机的数量必定也需要增加。至于对货运飞机数量增加的预测，也是因为我国发达的物流网络，让波音认为能够给货运飞机更广阔的发展空间。在预测到这一数据后，波音为了抢先占下中国的市场，在华设下了8条货机生产线，计划把客机改成货机。一旦货机在中国市场出售，对波音而言只赚不亏。据悉，中国现有的民航飞机中就有不少是波音的产品。相比疫情对波音航空行业带来的影响，中国航空市场的活跃则成了一个奇迹。这或许就是波音不愿离开中国市场，反而以加注的方式向中国靠近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波音加大与中国之间的合作，仅仅只是为了想攀上中国市场这棵大树吗？前不久，波音刚向台海提供了军事武器。波音由于受到疫情的摧残，旅客数量的减少，造成整个供应链上的企业受到影响，想用讨好的方式向中国靠近，这确实说得通。毕竟中国市场能够帮助波音挽回危机的局面。但这样的目的建立在向台海提供武器装备之前。以美国的性格来看，波音可能是美国释放出的一个诱饵。如果中国上钩了，那么该国很可能将赚到的钱研制更先进的武器卖给台海。如此一来，中国必定成了帮凶，还是害自己的帮凶。不过这也只是猜测。但尽管如此，面对阴晴不定的波音或者美国来说，是否向波音伸出援助之手，还需要慎重考虑。在外国人眼里，中国军事实力如何？必须要看到中国军队像美军一样去打仗吗？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。由于这段时间中国频频遭到多个国家的挑衅，许多人对此非常疑惑。现在的外国人难道就不怕中国反击吗？说到这儿，也就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：在外国人眼里，他们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军事实力的？或者说，中国军事实力在国际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？随着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，在各个领域上的进步完全不输给世界大部分国家。就拿美国来说，当前针对我国挑起事端，也不外乎害怕我国的发展影响该国在全球上的地位。中国在各个方面的实力是毋庸置疑的，但在外国人眼里，为什么中国仍然是以前落后的国家？经常看外网的人们肯定非常清楚，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外国人的言论给气炸。
举几个例子，在他们眼里，中国军事是一种装饰品，不足以使中国参加任何战役。军事技术也只是俄罗斯技术的模仿者，永远比不上西方的技术。美国从90年代就有了隐身战机，中国直到近几年窃取 F-35战斗机的相关信息，才建造出隐身战机。此外，日本海军作战部长曾扬言30分钟内全歼大国海军。印度叫嚣，印度不再是1962年的印度，在边境有足够的优势。之所以在这些人眼里没进步过，这或许跟中国的做事风格有关。就例如外国人质疑我国，如果真的厉害，为什么看不到中国军队像美军一样去打仗？战争经验确实很重要，但这并不是鉴定一个国家军事实力是否强大的标准。对于我国来说，战争是非常严肃的事情，不会轻易发动战争打击小国，干涉他们的内政。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，与有近5000年历史的中国相比，美国是个年轻的国家，它的人民自然不了解这7个字的含义。几千年的历史让中国知道战争所带来的死亡、损失、破坏，甚至痛苦。中国喜欢和平，美国则是喜欢战争。无休止的战争让该国成为其荣耀的扭曲表现，而中国人哪怕是不通过战争，也能够成为强国。用贬低以及抹黑等字眼针对中国，是因为他们好战、狂妄自大。对于那些不同意他们观点的，就会用这样的方式证明自己是对的。中国不好战，在外国人眼里变成懦弱，他们就会不断的试探。论实力，中国应当处于前列。但外国人一直把战争当成选项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打消美国军事冒险的念头。虽说我们不需要向这些人证明什么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我们也是时候该亮肌肉了，否则将更为肆无忌惮。